这边来聊聊此前提到的匿名模式，大家对此也是发表了不同看法，我这里也给大家进行了整理。大家看完这期视频后，再发表下是否支持匿名模式。首先，一把游戏对局分为4个阶段，分别是匹配成功阶段、赛前准备阶段、游戏内对局阶段以及赛后阶段。而我们熟知的排位模式，目前只有在匹配成功阶段才匿名，其他阶段求生者间是可以互相看到名字的。然后就是近期星光竞逐中匿名模式，则是覆盖到了赛前准备阶段以及游戏内的对局阶段。当该场对局结束时，会在结算页面以及赛后页面显示相应玩家的名字。关于这个匿名模式，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避免恩怨局，而恩怨局这个大家多多少少也经历过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很想努力打好对局的，但常在河边站，哪有不湿鞋？即便是职业选手也有失误的时候，虽然有些操作看上去很抽象、很魔幻，但我们毕竟是人而不是机器人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操作，而这些有可能是出于本能的贪心，比如想省些道具，亦或是一些自以为是，比如觉得这距离打不到等等，而这些有时候确实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，但其出发点也并不完全就是说不想打了，消极对局。另外，恩怨局除了以上这些外，也与当事人的情绪有关，比如经历了一波排位连跪，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每一把都能遇到奇奇怪怪的队友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每个人的情绪多多少少会发生变化。如果是遇到上一把的熟人，情绪崩溃的人会直接开眼，但有时即使没有遇到熟人，也可能在新的一局中通过摆烂来排解情绪。虽然匿名并不完全能解决摆烂情绪，但至少可以避免在看到熟人后将过激的情绪带入对局。另外，这样做其实还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大家认真打完赢下对局，发现队友还是熟人，或许对彼此印象还能有所改观。虽然段位越往上排到的基本都是那些人，但匿名的好处还是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情绪。至于牌子，其实照样还是可以显示的。然后排位模式不同于跑酷模式，它是求生者与监管者阵营之间的对抗，所以接下来讨论的是匿名模式下，求生者是否需要对监管者匿名，也就是监管者能否看到求生者昵称。首先，如果监管者看不到求生者昵称，也就是双阵营匿名，对于求生者来说，如果是主播的话，可以不用担心会出现亏屏的情况。虽然这个也可以通过设置直播延迟来解决，但其对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会有影响。至于其他的，可能就少了看昵称的乐趣。然后是监管者这边，有网友觉得没办法看昵称抓人了。首先确实承认有一些人很厉害，确实追不得，但你作为一名监管者，如果遇到他的每一局都不敢去面对，你真的愿意一直这样畏手畏脚吗？或许只是你太在意排位分，不敢拿排位分、认知分去冒险而已。其实能与高手过招，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历练呢？而匿名可以消除自身的心理压力，更加投入的去打，发挥自身原有的实力。其次是放地窖的问题，有时候觉得这个玩家昵称有趣，又或者是遇到熟人，出于人情世故就将其放了。如果只是匹配，其实也能理解，但排位模式下，这种行为真的合适吗？对其他人公平吗？像之前观战过一把国际服对局，监管者把自己国家的对手放了，而另外2个则放飞。其实我个人也不反对放地窖，如果是在匿名下，出于对对手实力的认可，然后将其放地窖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然后是相反的情况，那就是仅求生者之间匿名，监管者可以看到求生者昵称。那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就是前面提到的东西了。最后是其他方面的内容，比如赛前骂人以及演员等举报问题。这个其实不难解决，匿名并不是就可以肆意妄为的骂人了。对于不当言论，玩家依旧可以举报。如果担心没来得及举报，又或者不清楚是谁发言的话，
这个赛前发言其实也可以保留到赛后显示，等打完依旧可以举报。总之，匿名模式有利有弊，也不知道大家是支持还是反对呢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看法。